其实呢，我们要讲的是，在现在呢，在国际间，大家担心的是什么？2025来，川普即将要上任了。时间不停的在倒数当中，但也就在这个时刻，突然之间又传出了说有恐攻意外。这个是在美国的纽奥良，传出一名退役的军人呢是直接开着车冲撞人群，后来车上发现有 ISIS 的旗帜，所以呢他就质疑说这应该就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凶嫌其实他在袭击之前有录制了一系列的影片，声称自己呢是已经加入了 ISIS， 而且他当时呢是直接就往人群的地方冲。那在这个地方呢，也造成了15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现在呢，他是已经在这一场的这个袭击之后呢，有被警方这一边给击杀了。可是问题是，到底他的同伙还有谁？因为现在认为他应该有同伙，还持续的在侦办当中。另一起案件呢，则是在 Las Vegas 的川普酒店外面，发现呢有一台 Cybertruck， 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特斯拉他们的皮卡啦。那发现说呢，竟然就在川普酒店外头突然之间爆炸了。那大家就会开始来想啊，又是川普酒店，又是马斯克的特斯拉，这里面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因为要迎接川普就任之前，社会的压力锅开始有要爆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斯克他是一再的告诉大家，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这个所谓的车辆起火意外跟车子本身的性能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呢，它里面有装了大型的烟火，还有炸弹所引起的爆炸。他也说了，这台车子跟上面的这台车子说都是从一个租车平台租来的，所以他认为很有可能这两起呢是有相关联的，也因此他定位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恐攻意外。那到目前为止呢，川普已经先将 New Orleans 的这个事件跟非法移民罪犯给联系起来，再次的强调说呢，他们现在会全力的来支持纽奥良市，会恢复原本的秩序，查出这个凶嫌，以及呢要赶快在美国拨乱反正。其实呢，在迎接川普要就任，大家说大家都在做准备的同时，中方其实已经做了很久的准备了。现在发现了，大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呢是创下了新低，目前美国占大陆的进出口比重已经是11.2%，这是2001年大陆加入 WTO 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准。那你会问，如果说它跟美国这个贸易依存度慢慢的降低了，那已经到了这个水平的话，谁升高了呢？事后我们去查发现了，对于东协的出口额达到了5200亿美元，占总额16%，已经变成它最大的一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很明确的是，其实在这几年来说，包括呢对柬埔寨的出口、对越南的出口，都是同期增长，将近有到2成左右。这个呢，就是他们在事先布局的时候，这8年来，这4年多来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而且现在呢，很多被卡脖子的部分，譬如说成熟晶片，大陆的车用国产晶片目前的比重已经占到15%了，而且呢，这个比例会持续的再往上提升。甚至现在呢，俄罗斯这边他们宣告了，说俄罗斯的银行要跟中国加强 AI 合作，要出版 AI 技术发展国际期刊，而且普京也下令要跟中方一起合作发展 AI， 最重点就是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呢，接下来这20年都会是 AI 年的话，那金砖国家携手起来，普京认为这大有搞头啊，不可能一样都是让美国来居于这个领导地位。现在呢，在科技上面已经开始可以出现一些消长。军事实力方面，在2024年底的时候，中方陆陆续续的披露了8款的新武器，2个月有8款新武器，包括6代战机，包括了空警3000新型的预警机。甚至呢，也看到了飓风3000的高功率微波武器等等。平民秀肌肉，大家就来讲，如果真的美中要尬起来的话，是不是真的美国在这个时候并不一定会是这么样的吃香？好，秀肌肉的意图当然是相当明显的。甚至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台，我觉得看起来造型非常有趣的，叫做神雕无人预警机。有人说呢，这个预警机它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它可以找到隐形战机还有隐形轰炸机。换句话说啦， B21 或者是 B2， 现在如果真的是因为他们是有隐形轰炸机嘛，飞在空中不会被找到，但如果说这一台神雕无人预警机可以找到这些隐形轰炸机的话，哇，那之后的作战的方式是不是又会大大不同？好，这一些呢，就是大家在讲不同的市场以及不同的领域到底势力消长状况。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目前呢，在川普就任之前，
间，发生了 New Orleans 的事件，发生了这个在 Cybertruck 在川普酒店外头爆炸事件，有人说这个都跟恐攻有关系。那个昨天我们台湾易经大师刘君祖啊，他说今年他卜卦，那个卦是革啊，革命的革，革卦，那主要就是在讲川普了，川普对内对外都要革啊，那所以他广泛讲就是一个世局动荡的一年，就2025年了啊。事实上我们早就预期过了啦，我甚至还在节目上公开讲过。我说，川普执政的第1年，在美国境内最好都穿防弹衣啊，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会招惹很多力量了。比如说你说 IS， 那跟叙利亚的崩解当然有关啊，对不对啊？那他还要驱逐非法移民，那第1年设定的人是100万人，是你想一想那个动静会有多大啊？那他司法部还要针对政敌做司法斗争，那接下来还要对国防部里面的 LGBTQ 做斗争，那换掉的那个军官恐怕40%了，我听说了，所以你去把这些现象这样林林总总，还有一个马斯克，他要删掉联邦预算，对，所以要删1/3，所以你去想一想，这要得罪多少人？我现在讲只是内部啊，所以美国就是一个不太平静的1年呐，那这个就革嘛，就我要内部革命啊，那对外你基本上就是要退群嘛，要发动全球的关税战啊，连自己的盟友加拿大也砍，对不对？那到处放话都先得罪人啊，丹麦格陵兰也被得罪啊，巴拿马运河也被得罪啊，所以总体讲就是这个就是动荡不安的1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反对的力量开始冒上来了啦，你可以这样说啦。那与此同时啊，那中国大陆又是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示弱，对，他要求你要对他有一个平等对待，所以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最近2-3个月啊，不断的在秀军武啊，是，这个坦白说啊，这个你可以说他在秀他的军事的威慑的力量了，希望你不要高估自己了，就说第1岛链、第2岛链，你美国看着办啊，我有这么多东西，而且后面还有，那中国大陆是改采都公开上场这样的一个姿态嘛，那你日本你川普自己评估一下，你真的要到第1岛链、第2岛链搞事吗？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姿态啦。那当然，美国的选择可能会2极哦，一个就是好，这个不要跟中国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跟你拼了。你试试看，你再嚣张试试看，对，是不是？所以2个可能性都存在。好，来请教岳老师，会觉得怎么样比较可能？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川普这个革卦不是只有1年了，是4年，要搞清楚啊！这个川普本身呢，就是刚刚亮哥讲的后者啊，就是说，你要来啊就来硬的啊！川普有一种硬汉的形象，但这个人呢很无知也很傲慢，他傻乎乎的，根本搞不清楚。我会讲几个原因啊，其实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一定。因为我们电视机前面关了很多人的话呢，跟我一样啊，都是说啊，就美国好，美国好，现代化了，美国真的有问题了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开口闭口关税，你知道啥叫关税吗？关税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说呢，把门关上，自己生产东西，然后叫人家不要进来。你认为美国可能吗？啊，制造业有可能回去吗？你对美国有起码的概念，你就知道美国本身享受这个自由贸易，就是拿那个绿色的纸跟人家换牛仔裤的日子，美国人够放弃吗？美国人的嚣张哪来的？美国为什么嚣张？我认得太多人了，原来在台湾活得唯唯诺诺的，到了美国嚣张的不得了，为什么？钱多了，对不对？钱怎么多的都印出来的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呢，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完全不重视国际秩序。他其实要送出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什么呢？我不是反中国化，我是反全球化啊！我在美国 ，MAGA 就是说是全部人都是要在美国的监察之下。那你认为有这么容易吗？人家不知道团结在一起吗？我希望大家去稍微读一下啊，因为这个人呢，弱者会团结在一起的。原来的话呢，政治哲学的起源就是来自这个观念的
啊，就说这个是的话呢，第二部分，让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跟你讲，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让这个搞这个 WTO， 美国的自由贸易，它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美国哪里有说什么为别人想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啊。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川普本身，但他反对什么 LGBT 啦，反对什么 gender study 啦，反对军队里面的 vogue general 什么的。大家要了解啊，那个美国本身来讲啊，因为川普在宣布啊，其实我们在台大的所有的厕所都是跨性别厕所，我们搞这个如火如荼，刚搞到一半，现在又回去了啊！你认为有这么简单吗？千万不要忘了，你在美国制造一些动静啊，再加上马斯克都非常非常强调他们那个大动静的话，美国不但有3亿人啊，美国有3亿支枪啊！你能够想象看美国这种情况下所制造出的感觉吧？所以说大陆本身来讲，说句良心话，大陆在年中的时候放了这些武器的话呢，就是在警告美国啊，你要不要来？你要来，你要擦枪走火，你要来试试看。我跟你保证，大陆在南海的问题的话呢，一定是非常非常激烈。你菲律宾的话敢不敢？你菲律宾自己昨天都强调，哎呀，卖惨都不够了。因为大陆目前为止的话，会发觉美国这种搞法，原来第6代战机的时候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的新闻呢、对不对？叫做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啊。那么这个搞了个半天的话，为什么没有做？太贵了。美国现在光是码头工人1个钟头就要64块美金啊，一般人家哪里付得起这个钱呢、做一艘就是美国的第6代战机的话呢，预算是一架飞机的话呢，3亿多美元呢、那怎么能够比呢？现在大陆不得了，出现的话呢，6代战机2种啊，成飞的跟省飞的啊，空中预警机的话呢1种啊，这个西安的西飞的啊，所有的武器啊，你在这边列举啊，其实讲起来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啊，其实根本就远不止这8种。另外，我强调最后一个，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次在这个开的这个凶险呢，在这个纽奥良这边这时间呢、这个在年中的时候的这个纽奥良这个人的照片，你一看呢、就是中东人的长相啊，那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处处都是以这种反对外来者为这个想法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说美国现在情况有多危险了。美国阿拉伯裔有340万，就知道这个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就长得这根本不是我心中理想的美国人呢、没有，他其实呢，基本上目前知道的是他在犯案的这个区域是一个比较算是法属的区域啦，那里面当地都是公民，那比较少是这个外来的游客等等。我刚刚讲340万是公民啊，对，路易斯安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国区的啦。那在目前为止呢，他们也有人讲说，他本身可能也有一些财务的状况等等问题啊。美国的这个媒体呢，持续对他有更多的报道，但是呢，因为他在车上找到 ISIS 的旗帜，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断定说这可能会是一起恐攻意外。但是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你怎么样来看2025年一开年就发生了这2起事件，会让大家觉得今年真的不是太平静？是我们把这一集里面的3个的主题不要拆开，合起来大方向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动乱的美国要挑战一个稳定的中国。对啊，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中国大陆基本上不管你说它是集权专制，是你说它是什么一党独裁，你说你可以说它一大堆，但是他讲说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啊，它是按照他自己的步骤，10年计划、5年计划，一项一项，他慢慢的推，他的2025是一定会完成的。中国这一定完成，它是一个稳定的成长。然后美国呢？美国现在最大的特点，你不晓得它的明天会怎么办。所以一个不稳定的美国跟一个稳定的美国，一个不稳定的美国要来压制一个稳定的美国，你告诉我会成功，那也是一个人类的奇迹。这是我们用个大方向来看，就一样的一个道理。你说现在中国大陆发表的这一些的军事的这一些新的军事的武器，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它没有宣传在前的6代机，它从来没有往前宣传，对不对？然后嘣，它出现了，有人讲说那会引起军备竞赛。我在这里再重申一次说，不会有军备竞赛，因为美国没有生产力嘛。美国会创造出来，美国有能力设计出6代战机，没有问题，这一点不要怀疑。但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第二个，做出来的价格将会是多少？你有多少能力再继续玩这个游戏？更何况你跟中国大陆比较起来，还有一个不一样，所谓的不稳定的动荡在哪里？本来美国最引以为荣的叫制衡，但是呢，当一个社会限制于分立、对立、分裂的时候，制衡的变成什么？
制衡就变成了抵制，对吧？所以两党现在是大家搞抵制啊，哪有搞制衡？制衡是你不对，我来监督你啊。现在不是都党同华异啊，后面还有一个叫利益团体，利益团体算计的是他的钞票，他从来不会算计美国的明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势，面对一个极为稳定成长的中国大陆，而且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这种工业的体系的能量越来越强的中国大陆，你告诉我哪来的军备竞赛嘛？是不会有军备竞赛的。所以美国会采取什么方法？刚才讲说硬拼，或者它是怎么样子，它就胡乱。那我可以告诉你各位一件事情。你去翻阅美国的历史，它最大的特点是吃软不吃硬，他只敢挑软的事实干，他从来不会在最坚强的时候，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场的，从来不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以他去吃伊拉克、吃阿富汗这些人，他敢；巴拿马他也敢，但是谁就不敢呢？俄罗斯只能打代理战争。所以等等，从这些来看呢。中国大陆摆出一套，第一岛链我自己下场，没有代理人，要来你来吧。其实呢，这个就在未来世界上面的局势，大家要看到的是美国他们会如何来做回应。原因是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呢大家就在问，2025年了，到底会不会停呢？泽伦斯基他的新年谈话讲法是这样说，他必须要为战场的和平桌、谈判桌来做准备。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能够结束这个所谓3年来俄罗斯的入侵，但是他必须要有筹码，他必须要在此刻仍旧努力向前冲，以后才能够有筹码跟对方谈。好，俄罗斯呢在跨年的时候，他们是发动了跨年夜空袭，瞄准的是乌克兰的总统府区域，这是过往来说比较没看到的。但是因为现在呢，其实在欧洲来说天寒地冻啊，据说啦，乌克兰拒绝让俄罗斯的天然气借道，毕竟进了2025年以前的这个约到期了，所以可以不用给了，不用履约了。现在呢，摩尔多瓦他们就进入紧急状态了，原因是因为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没电了嘛，没有能源了嘛。那斯洛伐克也很生气啊，说你这样子会切断他们我们也要切断对于乌克兰它非常迫切的一些电力的供力需求。那如果说真的就是完全都不让欧洲这边用到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那整个全球的天然气价格即将会大涨。目前呢，大家就在讲，打到目前为止，这个俄乌战争，莫斯科到底有没有感觉？说其实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大家还是买得到一些西方的精品啊。那为什么会拒绝川普的停战计划呢？他们认为啦，基本上就是要先强硬啦，之后你才有办法能够达成一些必要的协议。那其实呢，在俄中新的一年会怎么做呢？现在铁杆兄弟呢是互致新年贺电。同时呢，也说了，习近平今年将会到访，而且呢，现在也看到了，在中国部分呢，他们的6代机已经开始出来了。那总之呢，就讲了2大看点，就是什么？它有3个这个引擎啊，以及呢，它可以有长航程的飞行，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出现。反而是印度觉得紧张印度现在开始在讲了中国威胁论啊，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呢是现代军事化的压力呀，他还跟他有这个边界的问题嘛，对我们来说面临很大的一个风险啊。但是美中的角力的部分到底对于第一岛链这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军事专家认为，川普仍旧会维持美国的亚太驻军，那他们觉得啦，北京方面呢应该会抓住他前面100日的关键时刻。该谈的好好来谈，看能怎么样谈。至于呢，在新年贺词的部分，美国媒体认为啦，习近平现在目前内部他也面临一些状况跟问题，所以他先稳民心再说。但是对于美中之间，看起来还是抱有一些期待跟期许的。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俄乌战的部分？泽伦斯基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那个也没什么，平白没有新意了。其实乌克兰断绝让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过哈。这个坦白讲是一个自杀权呐，因为你会得罪东欧国家啊，对，可能不止东欧，我跟你讲，可能还有匈牙利、奥地利，有很多国家是用这条管线，他们都有分道啊。那你要这样干，当然你乌克兰也失掉了那个过路费了，那因为俄罗斯是供应者嘛，是，你能够撑多久？
东欧国家2个月就受不了了。你要知道现在是冬天呢、东欧国家也很冷我这清楚。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乌克兰、波兰，反正波兰因为它有煤矿嘛，波兰就说我挺你我看你能挺多久了。而且这个会造成国际天然气价格上升，对，这个刚好是川普不要看到的。川普希望把能源价格杀下去嘛，他认为杀下去才能够制裁俄罗斯跟伊朗啊，你这不是倒着弯？所以我坦白讲，就看你能够撑多久了。而且俄罗斯有杀招啦，俄罗斯现在可能就会开始专门打基辅啦、乌西地区的能源设施哦。你要这样玩我，我也这样玩你。那你乌克兰缺能源，看你怎么办因为这个坦白讲，难过的是乌克兰啊，就都往还有东欧国家而且如果这个状态一直都没有缓和的话，我甚至认为俄罗斯会大打基辅啊，因为以前他对基辅的都是他已突袭，经撑了3年了，都是突袭，都不是正规在打，只有一开始去机场嘛，那自己计划不佳，挫败，那后来都是突袭啊。那因为普京最近跟那个国防部长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那普京有讲一句话，说真果树的导弹进入无限量的生产阶段。我认为他就是要用真果树的导弹去打基辅。所以你要这样玩啊，你都不愿意谈啊，那我只好用2招啊，要么就是用真果树的导弹，因为是超音速嘛，超高音速，打你的重要的政府跟军事设施。那第二个是我去打能源设施，让你的民众受不了起来造反，等于是逼泽伦斯基下台啦。我觉得这2个力道可能都会出现，就是说在川普他上台之后，如果一时之间谈不出方案嘛，因为目前那个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俄罗斯的主张，乌克兰反对嘛，对，那美国的方案是20年内不加入北约嘛，那这个俄罗斯反对嘛，所以现在有点卡住嘛。那卡住期间，你不要以为俄罗斯就休息了，我认为俄罗斯很有可能就是加大去打基辅。好，就是3年之内呢，基本上他们不太想要动基辅啦，毕竟基辅对他们来说也是蛮有历史上面的一些建筑跟意义的。那如果说呢，现在真的是往死里打的话，之后政局会如何变动？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2025开年，很多人是想问俄乌战到底能不能停？请教苑老师，现在双方好像各有牌局。这个2025年的夏天，如果俄乌之间冲突没有结束的话，我会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本身来讲的话呢，目前是苦撑的。这个苦撑当中的话呢，最明显的就是泽连斯基他是完全不管了啊，又打这个库尔斯克都不讲了。莫斯科的话呢，也用恐怖攻击，克山的话呢，也是直接打嘛。那这个产生的结果的话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普京发怒。普京的确是非常非常愤怒啊，这个他愤怒的情况的话，同时要加上就是说他自己运用局势啊。普丁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一样，他是这个秘密警察出身的，他一定懂一个道理，就是说是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所以普丁现在就是做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啊。就是你讲到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乌东地区啊，就是顿巴斯这个4个省的，原来就是我觉得乌克兰还算是能够抗住第一波、第二波的攻击，但是我觉得2023年的攻击等于是在拖死狗啊。2024年的攻击是非常非常凶猛的，大家可以站到这个里面所占领的土地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觉说，普丁是非常懂得善用这个形势啊。我觉得在国际关系当中啊，说我跟谁好啊，这个没有用的了。但是这个川普讲，我跟习主席好啊，我跟这个金正恩好啊什么的，这个都没有用，这不是真的。但是这个川普他不敢讲说我跟普丁很好，因为他们的确很好，真的很好，他都不敢讲了啊。就是说，所以他们自己，因为川普在那边办过选美嘛，他非常了解嘛，俄罗斯别的没有美女特别多嘛，所以他办选美的时候呢，过程当中，那普丁就是讲说，如果说你要提的条件的话，只要说是按照现状来讲，那我愿意上谈判桌。
那泽连斯基他不愿意啊，他开玩笑，你这个2024年的话呢，就是打了这么多的地方，对吧？而且现在我必须要坦白讲，那个库尔斯克整个被包围起来啊，那就是你大概过了这个情况的话，就会要投降吧。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现在是冬天了，我在欧洲住了很久啊，西欧就是哈尔滨的纬度啊，大家要搞清楚啊。我在比利时住，那就冷得不得了，因为有北大西洋暖流啊。但是你到了东欧去的时候，你要强调从这个乌克兰旁边一直算。基本上我们要认为奥地利也是东欧啊，对不对？但在这个整个情况下来讲，没有天然气。现在的话呢，想得非常简单，没有天然气的话呢，跟美国买，开玩笑，那个价钱是什么样的？因为俄罗斯这边又好又多，那你现在不要，所以说斯洛伐克的这个总理就讲了，你这是莫名其妙，我要把你的电给卡住啊，对不对？那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就我觉得乌克兰的这个在泽连斯基的引导之下，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普丁现在的话呢，他一个想法就是说，宣布你为非法总统啊，也希望你能够改选啊。那否则的话呢，你本身啊，你对不起乌克兰人，对不起欧洲人，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呢。好，我们先进广告，好，等等回来邀请顺风委员来帮我们做总结。好。节目最后邀请顺风老师帮我们总结。在俄乌这一场棋局中，平常心讲，乌克兰是没有什么本钱可以要求上谈判桌。他现在是被逼要上谈判桌，否则他的国家会很惨。战争打了3年，打到现在，整个的俄罗斯的后方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讲个甜话叫舞照跳，这个马照跑啊，他照样过他的日子。他并没有因为制裁是受了伤，但是没有伤筋带骨。可是整个乌克兰已经是伤筋带骨，而且不知道明天要怎么下去。但一个没有明天而没有后方可以支援，纯粹是靠别人这样子来支撑的国家，他凭什么还要说我要打一场可以上和谈桌的战争？没有了。那同时，这个川普讲24小时要结束俄乌战争是不会发生，因为拜登绝对不让它发生，所以拜登绝对想尽办法来阻止这个事。同时也慢慢看得出来一件事，拜登也好，川普也好，他们美国再没有能力可以一言九鼎的主宰世局。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只要美国出手，这个局面就会怎么样，或者美国一收手，局面就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显然，这个美国所决定性的角色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呢中俄联手跟上一节提到的人才的问题。假如中俄印这3个国家可以讲是整个的美国在科技发展里面最重要的外来人口资源之一，当然欧洲还一部分，最主要是非欧洲的国家，这3个国家算是最大的一个。那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假如中俄联手来从事于 AI， 本来只是一个战略的合作啊，然后在未来整个的 AI 中俄联手来合作的话，那别忘了，以中国的生产力，以俄罗斯在科技上的能力，跟数学上所拥有的能力，跟他在整个过去累积的这样的条件，双方的合手，我不认为美国会占有多大的便宜。不要忘了，华为里面所谓的天才人物啊，有不少是俄罗斯来的，尤其在数学这一方面，那数学是科学之母嘛，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慢慢会遭到很大的压力。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午安，我是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顺风，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呢，我们在今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柯文哲第3度的羁押庭。大家呢就在讲说，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如期回家，原因是因为第3次了。很有可能在今天，就这样又被抓进去了。那黄国昌的讲法是说，他觉得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北检抗告，这个呢就是北检在追杀柯文哲，
得是因为有人在跟皇上表忠，在打官位保卫战。讲的是谁？讲的是北检的检察长王俊立。好，讲到王俊立哈，你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他是谁？他就是当时呢说在2020年3月，当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的时候，把郑文灿案子给牵结，没有在办的那一位，他现在呢在北检当检察长。其实呢他在蔡英文任内2021年的时候有受到重用哦，他有去调查局当调查局长，结果后来呢赖清德上来之后，被换掉了，回到了高检署这边，之后6月的时候才出任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所以有人就在讲，这个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求表现呢？打一个问号。好，其实呢，现在有人在喊说被政治办案的不是只有柯文哲，林姿妙讲法就是他的案子，他也认为是被政治判案了。他现在呢，其实发了一纸声明出来，上万字告诉大家，这里面他的案子里面有6大的笔录不实，有7大的错误，他一定会上诉。他认为司法被政治绑架，里面呢，他其实有提了好多个点以及细节，包括了什么？包括他说呢，这个廉政署这边是直接问吴超琴说：“我不理你了，你进去里面过年啦啊！你不自白，我告诉你哦，像大概这种程度的判个6年8年都有可能哦。”他就说这个算不算威胁？甚至呢，还引导式的问话说：“啊，那现在就是说你自己是一颗棋子，还是你是主使者，是这样的意思吗？”然后呢，吴超婷讲说：“我是一个棋子啦。”他说：“哈哈哈，我们也希望你说是棋子啊。”甚至呢，在问被害，在问相关系人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你陪他一起进去，陪林姿妙一起进去，反正这个年纪他70，你也70几了啊，等到你们要进去后，可能也已经80了。”是酸人家的宜兰县政府的公务员说：“你不识字哦。”哎呦，还是我不识字啊！你都科长了，不会不识字吧？你让我觉得宜兰县政府真的好悲哀我没见过这样的公务员。这个讲法，如果在职场上算不算是被霸凌呢？大家就在问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话，那是不是真的就像林姿妙所讲的，他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而目前呢，大家在讲了，其实呢，不只是柯文哲跟可能即将要卸任的林姿妙林姿妙现在一审也是被判有罪嘛。后续的在2026，有可能侯友宜、卢秀燕、黄伟哲、陈其迈这一些人都即将要届满要下来，大家就在讲。秀燕姐姐啊，小心哦，因为觉得说呢，她因为之后可能要问鼎2028，所以被办的几率有很高。比如说，现在也有人开始在讲说，他台中这一回跨年的烟火，不是说有炸伤一名日本籍的小朋友吗？马上王一川就出来说，你看卢秀燕办事情怎么样啊？后来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三立执行单位是三立电视台的时候，好像又没什么声音了，大家就开始在说，这一切真的跟政坛的政治动脉没有关系吗？而目前呢，在看了高院的裁定书，也就是说呢，接受北检的抗告之后，游盈隆老师呢，他认为啦，这个叫一系变脸，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样子前后的感觉讲法不一样，会给人家一系变脸，对于司法不确定性的高度、独立性、公立性、公信力都会再一次的受到质疑，还有考验。也有民进党人士在讲啦，现在呢，中间选民部分认为柯文哲有贪污，还有民进党有政治力介入，这2个都是在的。所以如果持续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于政治后坐力对民进党并不会比较有利，甚至呢，也有人做出了民调，正传媒的民调发现了，其实呢，在20到29岁，还有30到39岁这个年金族群，还是有逼近40%左右的人认为柯文哲是清白的，而且呢，年龄层越轻，越认为柯文哲不应该辞党主席，也就是说，认为他辞党主席是因为被政治力介入的关系。好，到目前为止，赖清德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讲法动态？在他的元旦文道过后呢，很多人认为他，比如说今天已经火速将限速法的修正条文送到立法院复议，就是火速行政院送来，总统马上签，然后马上要送到立法院里面。2025一开年就会开了一个新局。那民进党团呢，现在有可能会直接就提出了申请释宪。那让王宏威就讲啦，现在怎样不合你意的，你全部都要给他否决，给他复议，然后呢申请释宪之后，你干脆变成你是民主进步帝国好了，干嘛是民主进步党呢？而且呢，现在大家讲到了，在检察单位、调查单位是不是
真的有问题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也看到了，徐巧芯呢，她最新在脸书上头的一个爆料，她呢抛出了一段影片，这段影片里面呢，很明显你看到这个人应该是梁文杰，而他就讲了，这个人应该是林炳文。他想问的是，这应该是同场吧？那为什么当时检察官都没觉得他会跑，不需要羁押呢？然后呢，他特别的强调说呢，这个林炳文现在人已经跑掉了，但是呢，没收了300万的保释金，发布通缉。那这个是什么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会让大家想问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对于检方的办案，谁该羁押下来，谁该放出去，应该要怎么样来评比一下那个比重问题？来请教亮哥，今天呢，这个柯文哲叫他羁押庭，那黄国昌的讲法就是王俊立他是在表中啊，在打官位保卫战。因为王俊立就是郑文灿那个案子。在桃园被压了7年嘛，那是赖清德上来之后就放手去办，对，就立刻就办出来了，那王俊立就是压案的人之一了，虽然7年不一定都是他，那这个北检当然就是他要将功赎过一个重大的表现机会啊，柯文哲这个案子，因为大家都知道郑文灿是赖清德党内最大对手嘛，那柯文哲是赖清德认为抢走年轻票的最大的对手嘛，所以这2个案子政治性都非常高啦。是，那结果如果不巧都跟你王俊立有关，那你当然是倒定了嘛。那我觉得游盈隆讲的很对啦，就说你北检既然是起诉之后的抗告，为什么不一次说完？是，为什么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你这次全部都用串证当理由，你上次不是，那为什么现在才想到啊？那这个当然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基本上，除非高院驳回了，不然你就是无限的要不断上告嘛，所以今天晚上真的是考验台北地院这3位法官的勇气啦。其实他们做了2次，比如说第一次羁押庭，他们那个勇敢的开放旁听啊，对，让民众党的公职进入现场。还有第2次，他还做出这样的挺住的一个高额金额交保，其实坦白讲已经很有勇气了啦。那今天就第3次了，是第3次是连高院的力量都进来了啊。那高院我从来没有看过发回根材的理由续名讲到清楚到这个程度。而且全部都抄北检的，全部照抄你高院会不会觉得不丢脸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北地院还能够坚持住交保，那只是加码的原则啊。那坦白讲，我很佩服了。因为这个是有对照组的啊。是你刚刚讲到林炳文嘛，八大会所这个案子，对，郭哲敏就出事了，落跑。林炳文第2个。又落跑，那为什么他没有上电子脚镣啊？他也有一大堆串证的可能性啊。是，而且林炳文肯定在海外有钱啊，你怎么不怕逃亡啊？也被发现有接触到一些重要政要人士。是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办案呢？为什么没有加电子脚镣？为什么交保金只有300万？柯文哲是7000万如果林炳文被指控的那些案子是成立，他获利多少啊？你就看出双标够明显了吧？那结果你现在才突然说，社交媒体我们无从阻止啊。那林炳文难道不会用社交媒体吗？所以你从这里看出，这个我不知道哪一个检啊，是不是北检啊？所以你们的不同标准多丢脸啊！坦白讲，我觉得郑文灿的案子。桃检是办的，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完全照规矩来办。是那个赖清德放手之后，人家桃检就规规矩矩把案子办出来了。你北检真的办案能力太差了嘛？那这个林炳文是哪一个这个检察署啊？大家也要去查一下啦。然后我们的检察总长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邢太超都不说话
连你侦查不公开，被禁传媒不断的践踏在脚底下，你检察总长有出来讲一句话吗？这是丢脸到家啊！光是侦查不公开，你这个北检的检察长跟邢太昭检察总长都应该要下台了。好，其实呢，有关于这个画面，这个是下午巧芯最新的一个爆料哈，他讲说这2个人看起来就是在同一个场合里面，然后唱歌嘛，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在林炳文的内湖一个招待所里面的玩乐影片，然后他就想问啊，那如果以按照这个检察官这边的标准的话，他看起来政商关系很良好啊，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不羁啊？柯文哲这个就要反复来呢？那其实呢，针对于这件事情，那刚刚梁文杰有一个最新的回应，他的讲法是说，这是在一个朋友就在那个 PG Talk， 就是林炳文的公司这边当策略长，他只是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那林炳文那一天第一次看到，他说呢，他其实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当天的状况很单纯，他也忘记到底是具体的状况是什么。可是他跟林炳文真的不熟，好，这是来自于梁文杰这边的回应。那当然啦，现在因为林炳文是300万没有电子脚镣，那他的牵涉的案件是上亿元。柯文哲呢现在说的涉贪污案件呢，他们现在算出来是1710万元。那所以大家就想问，上了电子脚镣7000万招保，今天第3次的羁押庭，难免会被拿来比较。请教詹胜峰委员，怎么一扯到澳门的赌场就有梁文杰？怎么一扯到这一种奇怪的诈骗人物，这一种怪怪的人，也就有梁文杰，而且都是偶然会出现。所有的偶然当成为不偶然的时候，它就是怪的东西。当然没有证据，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梁文杰就怎么样。可是你把几次的事情把它摆在一起，他告诉你什么事情，很清楚了嘛。他的生活交往圈子里是不太正常的嘛。OK， 其次呢，来看这个案子啊，我首先感觉到这个北检的检察长啊，我觉得他蛮喜欢当官的。我们来看看官场的伦理。调查局的地位在整个的行政体系是蛮高的，他是位高而这个职低而权重啊。调查局长被那个职级并不高啊，可是权力啊是蛮大。是当了调查局长，退下来快了之后，就是当一个主任检察官，然后又回去当地方法院的检察，他愿意，我们只说他热爱工作了。极为热爱工作，极为热爱工作啊！不，我解释不了。那另外的解释就是验做官。调查局长赖清德要换人，你有什么办法？不换下来，你还能混吗？我们平常这样嘛，就你这种工作到这里这种阶段里面，你还愿意回任回锅？我觉得他是很有使命感的。我们觉得他的使命感是要来干什么，我不知道而已了。不，你从一般来讲不同嘛。你看哪一个调查局长退下来是如此？讲来人羞辱你呢，羞辱你还甘如饴耶，真的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我们内心发自内心的表示敬佩，很爱做事，都敬佩，喜欢做事，验这官了。OK， 好，因为有官做才能做事嘛，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不然我想不通的嘛。第三个，这个司法已经到了社会大概是不相信的地步了。司法是可以 case by case， 每一个案子都不能用推论说这个案子什么这个案子呢，是可以，但是你太荒唐了嘛。也请各位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司法概念给大家做参考。检察机关是用国家的人力物力来对一个单独的被告，被告所能用的说他请来的这个律师，所以还有一个审判，在西方有一个大陪审团，那这里我们有一个法院的判决。那你想想看，当你动用这么大的权力，然后说这个人要羁押，然后被法院说不得羁押的时候，你再抗告一次，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人应该要被羁押的呢。这个时候你还再抗告一次，理论上这已经在西方的诉讼里面很简单嘛，就是当被大陪审团判定无罪的时候，检察官是不能上诉的呢，除非有新的证据耶。那被告可以上诉，为什么？因为被告是弱者嘛，因为这属于
跟国家的权力比起来是不大。所以，当你动用整个国家的机器，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用了这么多的条件，要说他应该要羁押，法院说不必。这个时候你再来看看，2次已经很过分了，还有第3次。这个制度能不改？一天到晚改司法公正、司法改革，改革什么东西呀？真的改革第4声了，对吧？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很难受的。因为所有的人，咱到南港这块，不当去还到官府，还到官府的胜利税。一到那里，你诉说，你真的只有2个眼睛瞪大大，目睭金金人上中，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理是说不清。再举个例子，林之妙这个例子，我没有详细去把它查证，但是我相信这一些的证词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时应该是没有律师在场，用证人先调问的。因为证人的时候不能有律师嘛，被告所以可以请律师。假如有律师在场，律师还容许检察官这样发问了，那这个律师也不算了，不要请了，这太差了，这应该当场制止的嘛。那没有的话会出现这些，就证明我们先用什么事情？先用证人，然后呢再把它转成被告。这是对人权莫大的伤害。可是我们的司法办案呢，不是经常这样的搞法吗？要害一个人，要陷害一个人，最简单的方法是先用证人起证，然后再转成被告。你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因为法律只有保护懂得法律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被告需要有律师在场？道理就是这样子。那请教一下岳老师怎么看？我听到前面2位担任过立法委员的人呢讲到这样子，觉得台湾好恐怖这个司法，就说我觉得北检现在面对了，除了不断的在这个提出这个。抗告的这个情况之外的话，这第3次然后照理说的话呢，因为我不管怎么讲首先第一点让大家了解我们自诩为民主，尤其是民进党，它的全名叫民主进步党嘛，所以说他自己应该要了解，民主的基础就是法治那法治的让人感觉到是恐怖而不是公平的话。就是说句良心话，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不应该置喙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情况，就连我对于这个平常是教哲学的话呢，也感觉到这个事情的话太蹊跷。因为我的学生年轻嘛，很多小草，他们都觉得说是莫名其妙，感觉到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各方面。我觉得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受害的的的确确是台湾的全体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讲一下了另外，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说我必须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法律跟伦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法律跟伦理没有关系我们伦理讲求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法律讲求的是一种人为的设计人为的设计就可以设计人自然的本性的话呢，才会强调说有宗教，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里面讲的话呢，对于大家来讲，对一个台湾这么保守，这么一个强调宗教的社会，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心安不安？